什么是四季占卜呢？四季牌阵大家以前有听过吗？今天可能会拖一点点堂啊，因为前面战车讲太久了。你们有听过吗？有抽过的姐妹吗？有，感觉很难。是的，这个牌阵很难。那我话先说前头哈，我话先说前面。如果你们刚学复盘准离谱，对你把你的牌发出来。我话先说前面，如果大家刚学，因为你们现在算正儿八经的，其实才上了6、7节关于牌面的课，对吧？5、6节吧。如果你们刚学，然后这个牌你们不会解，不是你们的问题，当然也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因为这个牌阵它本身它就不适合新手，以及它用的是能量去分析等等，所以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牌阵，所以你们不要奢求在课程刚开始阶段就把这个牌解透，明白吗？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是这个牌阵非常适合什么呢？做复盘。就像刚刚这个同学说，他复盘的时候很准，他的能量的很准。是的，它其实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还记得我们说过，我们说占星年开始的那一天是什么？是谁？是什么星座？白羊座。对，然后呢，包括我们后面你们再去看，夏至那一天开始的时候是巨蟹座开始的时候，就夏至那天是巨蟹座开始的时候，秋分是天秤座开始的时候，冬至是摩羯座开始的时候。那在不管是东方还是在西方，他们都会认为这四个开创星座开始的那一天是宇宙能量最强的一天，不管是昼夜平分也好，又或者昼最长夜最短等等，我们小时候都学过这些，普遍认为那4天的能量是最强的时候。所以呢，因为这4天的能量非常强非常好，所以开发了一个针对这4天的一个牌阵，我们管它叫四季牌阵，这个明白了吧？但也因为这4天能量最强，所以四季牌阵它主要其实看的也是，它用的是能量去看牌，而不是用牌意去看，明白吗？它一定是用能量去看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这个是为什么会有四季牌阵。那四季牌阵怎么抽呢？是这样的，一代表的是核心课题和接下来一个季度整体发展、整体运势、整体的状态。那一用的是什么抽呢？是用22张大阿尔卡纳抽。明白吗？所以有时候就是你们要抽四季牌阵的时候，你们需要分组，你需要把22张大阿尔卡纳单独抽出来，把它洗乱。洗乱了之后呢，在22张大牌里面抽一张出来，对应你接下来一个季度的核心课题、整体发展和整体状态。听明白吗？这是第一步。嗯，对，这就是什么是用能量抽，就是你其实把78张牌按元素、按大阿尔卡纳区分开来，然后一张一张抽。好，剩下的2、3、4、5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剩下的除去了22张大阿尔卡纳，你剩下把50多张小阿尔卡纳按元素，什么是元素啊？就是你把宝剑组抽出来，把圣杯组单独的分出来，权杖组分出来，星币组分出来，分成风火水土4组，在每一组里面抽一张牌。你看看舒曼这组，你就会发现它有一张大牌，火元素一张，水元素一张，风元素一张，土元素一张，明白了吗？就是每个元素各抽一张。5张牌抽成了你接下来一个季度的整体发展。那在这里面呢，风元素权杖组，不，风元素宝剑组，它代表什么呢？它代表你接下来一个季度的思维、计划、想法，还有你的什么深度思考，整体上的精神状态，能明白吗？比如像舒曼他的牌是什么？宝剑2，对不对？那可能你是冬至抽的牌，对吧？那比如你从冬至看到这个季度，对吧？你可能这个季度很多时候想东西容易钻牛角尖，又或者很容易想到一个困局里面，你需要不断的自我内化，你需要调和好，你可能很多事情才能捋清楚。这是宝剑2的特点，你想想是不是？就想着想着，你可能就容易想到一个相对看不清闭塞的状态，就是很多对，就是它跟你的思维、计划、想法、你的思考状态、你的精神状态有关。不是死胡同，宝剑2是你需要不断去探索内在声音。很多时候做着做着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要什么，你看不清你想要做什么，所以他后面来报课了，明白吗？这是关于宝剑组所代表的含义。其他同学听得懂吗？嗯，好。那星币组土元素代表什么？你们想一想。
土元素会代表什么？接下来一个季度的工作或者学业、财运，事业，对，是工作事业一样的。还有呢，你的物质状况，还有什么？你现实的，对，身体状况，还有你整一个生活节奏。这个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抽象啊，为什么是生活节奏？就比如你的作息什么，这些都是土元素。像作息很乱的一些人，他比如星币五，很有可能这个季度他的作息是经常被打乱的，节奏存在于客观物质世界的作息节奏，这是土元素。好，我随便抽取乔乔的，乔乔给我发了一个反馈，星币一，星币一，这是用土元素啊。星币一跟你接下来的工作啊等等财务状况等等有关系，那你想想，乔乔这个季度是有一些项目搁置或者延迟了吗？搁置或者延迟，对的，你看，就是他在工作上面有一些项目、一些计划的搁置、一些计划的延迟，然后包括你可能自己做事情或者你自己想要去买的一些东西，就迟迟不在纠结这个钱到底花不花，但其实你是想探索新的领域、新的事情的，所有工作项目都延迟了，是的，但是工作还做着，对吧？虽然延迟，但也能维持着，对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核心课题在，核心课题是1号牌。然后这个季度可能花钱也是，金币逆位会有花钱的，就是大钱不舍得花，小钱噼里啪啦一直在花。会有吗？比如一笔大的钱在纠结，花钱旅游，对，但是可能比如你一直想要买的贵的一笔东西，你可能一直在纠结，但发现哎，最后钱也没存下，钱也没留住，会有这种感觉，理解了吧？所以它其实跟你的花钱的状况、跟你财务状况，然后跟你的事业状况、跟你的身体状况有关。但是像星币一，它可能就没有重大的身体疾病的问题，你身体上你可以选择不解，就适当，比如小毛病会有，但是没有大的身体问题，这也是1号数字1，然后星币，所以星币一逆位。都是这样解的，就是你用它所代表的元素的，它元素所代表的特质，你跟结合数字、结合画面去理解，懂了吗？这是星币组所代表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权杖组火元素，它会跟什么有关呀？想一想，行动力、创造力、脾气可以的，野心，还有呢，欲望。是的，你想，它其实最后就是跟权杖所对应的东西有关。然后创造力也是的，就是你这个月想做什么，然后或者你这个季度你会去做的、执行的。内驱力不完全是由火元素对应，火元素是外在表现的，内驱力有时候它需要看的是什么？水元素，就你喜欢的、你渴望的。来，再用乔乔的，因为乔乔给我做了复盘，权杖二，来，乔乔的行动力如何？权杖二，看画面，数字二，你们没学权杖二，但数字二，蛮好的，一直在观望。2号数字会有什么特点啊？纠结，是的，所以乔乔很有可能会什么，就是可能这个季度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还是会有犹豫的，还是容易犹豫权衡，想做不做的话不甘心，但是要做的话呢，又怕自己太莽撞，所以一直在观望。无论是感情上，你像乔乔肯定是的，感情上也是有在接触，但是呢，又在考量，不接触吧不可能，权杖二还是会有行动或者会想要行动的，所以还是会有去什么探索啊试探的，又是正位，但是呢，一边接触呢，一边纠结。工作上啊，或者是感情上等等都是。然后这张牌也跟出行有关，想想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一直在接触，对，从未停止，但是也一直在考量，对吧？也从未停止，所以就是又有行动力，但是又纠结，那就是权杖所代表的。对，是的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水元素，水元素，不对，圣杯水元素，圣杯组，人际关系，对，宝剑这里还有补充一个跟沟通有关啊。人际关系、情绪起伏、情感，它感情状态啊，情感，对，情感、感情状态，还有呢，心情、内在状态、想法。然后呢，乔乔是圣杯十逆位，感情上的一些破裂，又或者感情上的一些不和。但因为我是知道乔乔背景嘛，所以呢，乔乔可能这个季度跟伴侣的感情就那么样，是吧？然后他自己有在接触新的人，就是圣杯十逆位也过了表面上特别和平的状态了。所以一个是他能描述你这个季度对就很
就那样，很准确。是的，就是圣杯十是不是就是水元素会描述你接下来一个季度的感情状态。那如果是单身的话，它是能看你接下来一个季度的桃花，对吧？前面那个来，我还是用打出来，南归同学，我就记得他当时他有一年找我看，那个时候他没学塔罗呢，有一年找我看四季占卜的时候。他的牌面就是很直接的会有桃花，但好像是烂桃花吧，我记得是我忘了是什么牌面了，就是它是能在季度运势中看到的，所以通过水元素也是能看到你接下来一个季度的感情状况等等。是的，明白吧？那它其实也跟你的情绪状态有关。圣杯十逆位，合作啊，合作上的一些不顺啊，再加上你可能工作上搁置等等，所以整个合作运势、合作的人际关系可能也觉得不太顺畅啊，等等都有关系，懂了吗？这就是我们说季度运势它每张牌的牌所怎么抽，然后它所代表的方面能量，听懂的同学扣个一。嗯，好，那这是它每张牌。那我们都知道塔罗不是单张牌解，对吧？难就难在什么呢？这个牌阵最难，你单张牌解你都不难，难就难在综合解牌。所以呢，大家听我的，如果说你们是刚学的同学，你们不要考虑综合解牌，你就单张解，永远以中间这张大阿尔卡纳为基石。这张牌是你四季运势牌阵里面最重要的一张牌，你们记住这句话就好了。就像乔乔他刚刚的那个牌，他无论过程怎么难，他无论各种什么不顺，但是对他来说整体上就是魔术师1号。所以其实就算工作搁置、项目搁置等等，但是乔乔他冬至到今天的这个季度里面，他一定是有很多新收获的。乔乔，你说一说是不是？新的接触、新的收获或者是新的感受？是的，对，所以你就会发现，你看他小牌吧，又圣杯十逆位，又宝剑三，看着也不咋地，但是他一定是以中间这张牌能量最为重要的，新的接触很多，是的，我看一下前面有提问的，是不是运势类都着重于能量，再到数字，再到元素，再到牌意？四季占卜是，但月运势就是另外一个议题了。因为这个我为什么他不强调元素是为什么？因为四季占卜每个元素它都有，但你实际生活中解牌，你会发现元素可能是最基石、最重要的。所以四季占卜是以能量为前提，因为它每张牌它每个元素都搞一张。然后呢，对，然后四季占卜中间这张牌的元素其实可以着重考虑，比如像它是风元素，风元素跟沟通、跟机会、跟机遇相关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其实瞧瞧这个季度很多机会、很多沟通上的、很多接触上的、人际关系上的，就是跟人交流上的事情会有很多新机遇，这个是可以考量元素的。那比如像有一些同学中间这张牌，我随便抽一张啊，随便抽一个。前面同学有发，韩在吗？他是死神逆位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背景，比如刚分手啊，或者是学业啊等等，那它是水元素，对，死神逆位它是水元素，对吧？就是可能这个季度很多时候你的死神逆位会体现在什么？你看一看就是，要不然就刚分手，要不然他一定在经历一些事情。这个牌很直接，所以你在疗伤跟情感层面相关的。这种你需要过渡，你需要去疗愈，你需要去缓解，甚至可能还没有放下。为什么？死神是水元素，懂了吗？所以大阿尔卡纳是最重要的，同时你是可以去什么结合牌面的元素去消化、去理解的，懂了吗？然后呢，你们一定要把大阿尔卡纳最先分析你接下来一个季度整体的状态、能量等等。韩，我估计这个季度很多事情就是很容易纠结，钻牛角尖，介于放下了和较劲之间。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联系，甚至可能是一些拉扯啊、纠缠的能量等等，这都是死神逆位。那它会影响到你很多事情的一些决断，所以死神逆位会很拖泥带水。或者就是很纠结，他对应天蝎座，就这么去分析。但它也意味着你这个阶段，你这个季度很多时候你需要去过渡，你需要去缓解，你要去缓和，你不是万物新生的一个季度。对，死神正位可能就是大势所趋往前走了。还来反馈一下，对，有的有的，明白了吗？没拉扯，那就是你情感层面上的，因为它是水元素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对于你来说，这个季度就是一个慢慢恢复的过程，但你需要一个潜伏，因为这张牌对应天蝎，就是你需要去内在能量，你需要去潜伏的一个过程，好吧？好，这是年运对走出来的，那其实就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啊。但是谈恋爱了吗？没有。但是乔乔的牌面其实是能很明显看到他有新的机会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你们的核心课题和核心的专题不一样。是的，是的。就是对韩来说，可能这个季度他很多时候他就是需要去内化他内在的能量，这是死神逆位的关键词。
不管是从过去的，不管是失败的感情，还是因为你要结合你其他背景嘛。四季啊，对，就是你们如果给朋友抽啊，给朋友抽或者给身边人抽，我这就没有课题不同，是的，课题不同，是的，就是说的很对，它就是课题不一样，就是你们给朋友抽啊等等这种纯运势类的，然后能量分析的，一定需要背景。所以你们会发现，你在营业的时候，这个牌阵很难营业。为什么？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背景的话，你解牌是很难受的。就像刚刚，因为韩式现在在我对面，他会直接说他分手了，不然死神逆位你要去通过他分析去很多慢慢分析很多东西是很难的。所以一定要知道背景，结合背景再开始去分析工作背景，工作还是在读书，在找工作还是在干什么？感情上单身还是有伴侣，还是刚分手，还是有拉扯？你需要通过这些背景，然后再去给他做分析，明白吗？好，然后可以啊。然后中间章核心课题之后，你们如果再学的多一点了，或者补课的同学，可以这样去结合核心课题，结合4元素，一张一张分析。比如像这个案例，再随便找一个啊，这个是舒曼的。比如中间这是核心课题，对吧？它是皇后相对的舒服啊，然后整体上的丰收，再结合新币一，来舒曼这个季度财运是不是不错？营收是不是不错？是不是？好。是好的吧？对，那你就是因为你整体上的核心课题是丰收的，对，然后新币一也是新的收入、新的收获，又或者是可能新的一些渠道打开了等等，所以这样一结合，它的财务状况肯定是好的，就这么去结合。那皇后结合权杖，就难在如果有矛盾的牌面呢，皇后和权杖他们的共同关键词其实就是什么？相对的受阻。所以呢，虽然说整体财运很好，但是要做新的尝试的时候，可能整体上又很担心会不会不好啊，涨价会不会不好啊，又或者是突然间改行，就多一个行业会不会怎么样，做事情很谨慎，所以行动力上很谨慎，但最后不影响他收获。想想是不是？在等舒曼，又或者是很多事情想尝试，很多事情都会去观望，但是会有犹豫啊等等。对，但是你最后还是回到你的核心课题，你整个季度你就是不会差，皇后在这儿呢，就一张一张就是进阶的解读就是这样。对，皇后也不太动，所以就是去找共同点、关键词等等，这是一种，明白了吗？这是解牌，就是如果11班的同学解到这儿就行了。那如果再进阶一点呢？再进阶一点解牌呢，就是串联解读。啊，瞧瞧这个案例，因为瞧瞧10班的同学嘛，来，再进阶一点就是，如果你要去看乔乔的人际关系，不是感情关系好了。魔术师风元素整体上这个季度其实会有一些新的消息、新的风吹草动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想结合权杖2，它的观望和犹豫，宝剑3逆位，沟通上的心累，圣杯10逆位，这种过了表面上的和平，因为乔乔背景是他有伴侣的，所以你把这3张结合起来，就是虽然有新的机会，但是现实层面上可能很多东西你还是没有切断，因为行动力上你还在观望，不知道新的人合不合适，旧的人要怎么处理，然后很多事情你觉得很疲惫，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什么真的去做切割，就很心累。就再进阶一点，就是你串联解读。对，串联起来是难的，所以如果做不到的同学就停留在这个程度就好了。你能把这个程度的做好，不会的，你能把这个程度做好，就是单独解读。对，你能把这个程度做好，已经能看到非常多信息了，好吗？这就是整个季度运势。